时事热点、新闻观察，在这里每天一个犀利观点，带您感受大国看世界。在开始之前，麻烦您点击订阅按钮和小铃铛。大家对孟晚舟事件一定都不陌生。2018年的时候，由于加拿大政府以及美国政府的相互配合陷害，孟晚舟一直到现在她都没能顺利回国，仍然在加拿大相关部门的监控之下生活。但是为了能够顺利将孟晚舟引渡回国，我国一直都没有放弃。孟晚舟的律师团队也在收集证据，不断的提起上诉，最近终于轮到汇丰了。孟晚舟对汇丰采取法律行动。根据香港南华早报与美国彭博社的报道，香港最高法院收到了一份来自孟晚舟的申请，要求汇丰银行公开所有他被引渡美国一案的资料。除此之外，香港高院还会在3月12日的时候闭门听取孟晚舟一方的申请，届时不会有外界的其他部门或者是媒体获悉孟晚舟的申请。对于这一要求，汇丰银行方面并没有做出回应。很显然，汇丰银行这是理亏，所以才没有回应。美加联合汇丰银行陷害孟晚舟。此前已经有很多的证据以及各方面的资料都显示，孟晚舟就是被汇丰银行联合美国政府所陷害的。从一开始，美国司法部就利用汇丰银行所存在的一些污点问题而威胁他们，要求汇丰银行与美加共同陷害孟晚舟。后来加拿大加入到其中，将孟晚舟非法扣留，随后引渡到美国。孟晚舟被非法扣押这件事是没有任何基础和依据的，只是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单方面的行为，他们拿不出实实在在的证据，而且在引渡案背后的所有资料，他们都不予向外界公开。孟晚舟是华为公司的高管，美国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遏制华为的发展，近些年来更是采取了一系列手段限制华为芯片的进口，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将美国的真实嘴脸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。自从被非法扣留之后，孟晚舟以及他的律师团队一直都在法庭上不断上诉，要求加方和美方能够拿出足够的证据。在整个案件中，汇丰银行提供的 PPT 成为关键，因此这一次孟晚舟申请，汇丰应该将跟案件所有相关的材料都对外公开。显然，汇丰银行是拿不出来的，因为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陷阱，而孟晚舟的委屈不会白受。现在轮到汇丰银行被上诉，那么接下来会有更多这样的好消息出现，相信不久之后，他身上的冤屈就会被洗刷。这件事虽然是美国在背后指使，但是与加拿大政府也脱不了干系，加拿大一直都在听从美国的意思办事，和美国相互配合。案件出现曙光，近日孟晚舟案件再次开庭，其律师已经对加拿大的程序滥用提出申诉。面对猛烈的攻势，加拿大也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马脚，他们在整个拘捕程序中，很多流程都是不合法的，对此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都无法给出。值得高兴的是，自从特朗普下台之后，这个案件就露出了曙光，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认为孟晚舟是无罪的，特鲁多政府应该将其释放。作为中国人，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只能是默默支持孟晚舟，等待他洗脱罪名，光荣回国。中国警告加拿大，立刻释放孟晚舟，否则死路一条。根据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消息，2月15日，加拿大同一些国家发表反对任意拘押宣言。人权观察执行主任在宣言启动仪式上发言时表示，中方对加公民康明凯、迈克尔实施任意拘押。对此，中国驻加使馆发言人回应称，加拿大拉拢一些国家发表所谓反对任意拘押宣言，完全是混淆是非，别有用心。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，已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。发言人指出，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，加方在孟女士未违反任何加法律的情况下将其拘押已2年之久，这才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。发言人强调，加方企图搞麦克风外交，在国际上拉帮结伙向中方施压，完全是徒劳的，只能是死路一条。中方再次敦促加方认真反省错误，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，并确保她平安回到中国，停止以任何方式为中加关系制造新的障碍。学过中文的都应该知道，死路一条是一个词性很重的词汇，在官方语言中用到的时候较少。截止目前，死路一条被用到最多的地方就是用来警告台独势力，而今它却被用到了加拿大身上，用来警告加拿大不要试图通过拉帮结伙向中国施压。无疑，中国对此已经出离了愤怒。同时，中国驻加使馆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。加拿大作恶多端，已经严重惹火了中国。此前明确指出，加拿大以前隐藏得很深，现在狐狸尾巴开始露出来了。从反华的本质上来讲，其危害性和澳大利亚、
英国相当，都是霸权主义的狗腿子。这不，刚刚指责完中国威胁加拿大的繁荣和主权，就开始搞什么反对任意拘押宣言的幺蛾子，目的也很明确，那就是剑指中国，点名道姓冲中国来的，向中国泼脏水。这种恶劣行径已经严重惹火了中国，不然也不至于回他个死路一条。那么接下来就需要更加小心，也要做好相应的反击准备，因为加拿大这个狗腿子还是要接着对中国狂吠的。无端拘押孟晚舟女士2年多，加拿大是真心够卑鄙。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加关系，都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，或好或坏都有可能，但绝不能以扣押中国公民这种形式对中国使坏，这是非常无耻的行为。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截至目前，加拿大已扣押孟晚舟女士2年多，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前提下，还是拒绝释放，只听从来自主子的号令，奴才味十足，也是真心够卑鄙，完全不符合最基本的国际交往法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有脸发表什么反对任意拘押宣言，真是令人愤慨。见过无耻的，但真没见过加拿大这么无耻的。当年白求恩医生辛辛苦苦为加拿大积攒起来的良好声誉，就此全部终结，令人惋惜。加拿大公开跳出来反华，也预示着西方的衰落。如今众所周知的这3个反华国家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远离中国，而且英国、加拿大还是西方世界的核心国家。这说明什么呢？需要简单对比一下，在不是很遥远的过去，大概也就10年前吧，世界上最主要的反华国家不是他们，而是集中在中国周边，离中国很近，就不能一一点名了，因为他们很多现在和中国关系不错，已经不再相信霸权主义，甚至成了中国的朋友。这说明矛盾的焦点在向更远的地方转移，离中国越来越远，离西方世界的中心越来越近，这自然是力量平衡的结果，说明中国正在迅速崛起，而西方开始衰落。加拿大离中国着实太远，交集又不多，爱叫就让他叫去吧，先在小本本上记着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今天的加拿大为了讨好霸权主义，在反华的错误道路上已渐行渐远，有点歇斯底里，希望其能早日醒悟，早点回头，否则将来必定是自食恶果，拔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对此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日表示，加方的所谓宣言更像是加方承认在孟晚舟一案上所犯错误的自白书，其自称受多国支持更是精神胜利法而已。华春莹在当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称，加拿大纠集一些国家发表所谓反对在国家关系中使用任意拘押宣言，并可以安排有关人员误称中方任意拘押加拿大公民，完全是贼喊捉贼，此地无银300两。中方对此坚决反对，并已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。华春莹表示，孟晚舟女士在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况下，被加方拘押超过2年之久。加方在孟晚舟一事上的所作所为，恰恰是任意逮捕和拘押外国公民的直接例证。加方的所谓宣言，在中方看来，更像是加方承认在孟晚舟案上错误的一份自白书。他表示，加方一方面标榜自己坚持法治，另一方面却充当美方帮凶，任意拘押中国公民，这种行径是何等卑劣和虚伪！加方应言行一致，知行合一，立即释放孟晚舟，让她平安地回到中国。华春莹称，加拿大声称获得有关国家的支持是精神胜利法。他透露，据中方了解，一些国家受到加方的蒙骗并撤回联署，一些在所谓联署名单上的国家表示不知情。至于康明凯和迈克尔2人的案件，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，2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并被提起公诉，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，并充分保障2人合法权益。